眼前这个精美的石经床是中国五代后晋时期的石经床，它已经有了近1000年的历史，而它所在的古建筑群便是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温县的慈圣寺。寺内现存2座元代建筑，分别是大雄宝殿和天王殿。在慈圣寺的诸多大殿内，本有非常华丽的壁画，但在民国期间，这些壁画多被不法商人盗走，并流散到法国、美国等多个国家，迄今尚未被寻回。但温县慈圣寺的文物价值仍然是很高的，毕竟一个院里能保存下来2座元代建筑，这也不容易了。所以这里既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之一。在打赤染龙的场景中，有这么一片石质建筑，它就取景自慈圣寺石经床的城池区。经对比后发现，两者造型大差不差，仅细节处做了些改动。所以本期视频也是我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巡礼系列的第39期。各位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节目合集，从而观看系列内的其他内容。因为慈圣寺的经床颇有看点，所以我将温县慈圣寺也设定为巡礼目的地之一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河南焦作温县的慈圣寺啊，也就是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取景地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。我们是2024年10月从郑州租的车，一路自驾过去的。到了温县慈圣寺之后，我俩居然被温县文旅的工作人员认出来了。当时温县文旅的王飞老师还跟我合了个影。走进入口之后，能在右手边看到一个大铁钟，这上面的字迹已经不是很清楚了，当时没看出年份来，过后查了资料之后，我才发现这是铸造于明天顺5年的钟，算到如今它也有小600年的历史了。附近还有个绿色的钟，这是一口1998年的古钟，由超前集团捐赠。它能预测到有人给慈圣寺拍视频的时候，也会提到他们企业的名字，这确实挺超前的。现在我们回头看山门，这是一座竣工于1979年的古建筑，原版的拆走盖面粉厂了。新山门是断檐升降口结构，上覆绿色琉璃瓦，中间的屋顶是清晰的悬山顶。另外山门下边还有个公安局，这怎么话说的？公安局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山门中间的大木门是关闭的，上面写了好多粉笔字。然后我们来到元代建筑天王殿，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小房子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，殿前有一对绿色琉璃狮子，兼有一些黄色，造型非常鲜艳。它的斗拱结构极其简单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但某些斗拱上带着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小零件，它是花朵的形状，叫做花头子、华桐花。仔细看拱眼壁，发现这边有凡人拜见神仙的壁画，其轮廓仍然清晰可辨。现在我们走进殿内，先看它的梁架结构。我们发现天王殿进身4传，但并没有一整个的4传符，说白了就是没有大梁，所以这个殿经常被人们称为无梁殿。那么靠什么承重的呢？看金柱上的这组斗拱，它把横竖的梁都聚到了一起，然后再通过这些梁和沿柱一起分摊重量，这就是它的承重原理。现在我们来看壁画，如今西壁上仍有残存的壁画，壁画中的主角就是著名的4大天王。西壁最南端持剑的天王是增长天王，常以智慧之剑斩断无穷烦恼。第二个持槊的天王是广目天王，当然槊不是重点，他右臂上的龙才是重点。若有人不信佛教，他便以此龙捉拿，使其皈依佛门。另一侧扛着幡的是多闻天王，正常情况下是拿伞，但少数情况下也会用幡代替伞。最后一位是持国天王，按说应该持琵琶，但这次没带乐器，反而背着弓箭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造型。东壁是空荡荡的，上面有很多涂抹痕迹，猜测原来有东西，但后期被破坏掉了。那这边原先有什么，还是挺让人费解的。毕竟4大天王只有4个，而且西壁上全都画完了，那这边还能画谁呢？最后我们抬头看拱眼壁，发现这个位置的壁画是青龙造型的壁画，而屋顶上的题记则是一排很模糊的明万历年间的修缮题记。现在我们出来走进下一进院落，就看到了那个取景的石经床。这个石经床不仅造型复杂，风格独特，而且它还特别结实。慈圣寺的建筑在战火和地震中被毁过好几次，但经床却坚持到了今天。
现在我们来细看它的外观，就从最高处的床顶开始。上面最高层是一个桃形宝珠，第二层是花形托，第三层是熟悉的仰莲，第四层一开始看不出来，查了资料才知道这是个被压平的八角攒尖顶。第五层是盘龙柱，龙的造型很有力量感。第六层是赤染龙场景的取景地，它是一座城池的造型，每一面中间有城楼，角落处有角楼，中间有回廊连接。建筑有的是攒尖顶，有的是歇山顶，甚至还塑造出了简易的斗拱造型，真的是细节满满。下一层是特别精美的华盖，帝王或高官出行时车上就会带这种伞盖，它的每个角上都有一个铺手衔环，这在博物馆中是很常见的。每个环的下边还挂着一个复杂的璎珞，而铺手衔环中间的区域则是造型复杂的帷幔形浮雕。床身的位置则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，字体是楷书，这个位置才是经床的主角。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为这碟醋包的饺子。最后我们来看基座区，床身所在的位置就在一个圆形的须弥座上，其上方刻满了卷云纹，再往下则是一个方形须弥座，上边的祭月天都是人首鸟身的妙音鸟，它是极乐世界的气氛组，专门擅长鸣奏绝美的音乐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座古老的5代石经床。现在我们来看石碑，殿前有一块龟夫碑，单独用铁架子给保护起来了。凑近了一看，发现是一块明嘉靖年间的碑。经床另一侧还有块碑，上边字儿都快磨没了，我费了牛劲才认出来，这是一块道光年间的碑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入元代建筑大雄宝殿了。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大房子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上覆绿色琉璃瓦，上方被保护起来的牌匾上写着大雄之殿4个字，这个书法是慈圣寺的一绝，素有银钩铁画之美誉。牌匾下方是4个门簪，中间那2个是龙头形的。砖墙的墙裙位置用砖砌出了11层叠色，正门脚下的2块石头上则各有一个风化严重的狮子。看到转角铺座的时候，我发现这边居然有一根木头柱子撑在大角梁的下边。在过往的旅途中，这种承重法是不多见的，而木柱子所用的石柱杵则是上石鼓、中覆帘、下雾灯的复合造型。现在我们走进殿内，看到殿内的主佛及其须弥座都很新，就不细说了。主佛后方则是空荡荡的，不仅没有壁画，连倒座观音都没了。然后我们来看梁架，这座建筑是进深6船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下边最粗最长的那根梁，它会是6船符吗？绕到后边发现它并没有搭到尽头，而是加用了乳符来稳固建筑的最后一船，所以最长的那一根只是5船符而已。最后我们来看大雄宝殿的壁画，这边的壁画损毁得更加严重，现在只剩一些零碎的残迹了。有专家在壁画旁边的题记中发现了王后、梦、白象之类的字眼，这说的是能人菩萨化身白象，投胎成净饭王太子悉达多的往事，即为白象投胎。那么这些残损的壁画描述的便是释迦牟尼的一生了，可惜都看不到了。殿内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壁画，那就是南壁的哼哈二将了。这是佛寺的护法神，体型则是大力士的体型，原型大概率取自现实中的将军。从大雄宝殿出来之后，继续往前，穿过一片竹林，就来到了慈圣寺最后方的遗址区。按照距离推断，这个遗址区就是慈圣寺中轴线第4座建筑，也就是毗卢殿的遗址。我们在这个区域能看到少许的石柱杵以及平平的台基。当初的建筑在损毁之后就再也没有重建过。不过毗卢殿好歹还有个遗址，后方第5进院落的延寿殿可是连遗址都不剩了。这损毁的过程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，它使得现存的2座元代古建筑显得愈发珍贵。既然走到这儿了，我们就提一嘴那些散落海外的壁画，那些大都是5代壁画。既然如此，他们不可能在那2座元代建筑中出现，只能在5代建筑或更早的建筑中出现。这就意味着后边消失的毗卢殿或延寿殿很可能是活到了民国时期的5代建筑。盗贼在窃走内部的壁画之后，便一把火烧了大殿，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当然了，以上只是个大胆假设，至于小心求证这件事儿，就留给专家来完成了。至此，我们就彻底逛完了温县慈圣寺。
如你所见，现在的慈圣寺最多只能算是个遗址了，只剩下那2座元代建筑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它好歹是一路撑到了今天，并因黑神话悟空而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里。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看到了那些流落海外、至今未归的文物。以前想要收回海外文物，要么靠砸钱，要么靠外交。但今年子弹库帛书回归这件事儿，算是给大家提了个醒。他告诉我们，文物回归的可能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，后辈可以走的路也比前辈们的路宽得多。或许在不远的未来，就会有一些天命人投身到这项伟大事业当中，他们会将黑神话悟空里出现过的那些流失文物，通通迎回自家的博物馆里，从而让游戏中的完美场景照进现实，那便是他们真正的天命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